嘿，大家好，我是桌游怪，我是小鹿，欢迎来到桌游怪的频道。今天呢是一期桌游开箱，我们来一下连开4盒新游戏啊。这4盒就是特别的新，都是一些新游戏，大家可能只见过其中的1、2款。然后其中这3大盒游戏的话，我应该之前在电台里面都分别讲过它们，所以一会儿咱们主要要看这个游戏的配件。然后大家想了解他们的详细的一些玩法的话，可以去找我们以前过去的电台节目。然后中间这个小盒呢是 Oink 游戏 ，Oink Games， 他们之前就是在 DC 上不是卖了那个4小盒一起卖吗？然后这个是不是这是他们过去的一款经典款，只不过之前被某个玩家安利过，说想买来试试看。好吧，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现在直接开始喽。噔噔，好，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开箱，我们就按照这个盒子从小到大的这个顺序依次开过去。然后这个小盒的是一个聚会游戏，这是个引擎构筑德式游戏，这是一个板块放置游戏，这是一个灵巧类游戏啊，大家就捡着自己喜欢的去看，好吧？我们把这个盒子先放到一边去。好，这款游戏呢叫做 Fake Artist Goes to 纽约，就是一个冒牌的艺术家，他来到了纽约。游戏人数是5到10人，20分钟，8岁及以上。我们家之前的 Oink 游戏，除了那个 Scott， 我们还有那个去海底冒险的那个游戏，是一个作者的。然后一上来是它的这个规则书，字有点小，一面是英语，一面是法语或者是德语，字有点小。然后呢，几个颜色的笔，对，每个玩家都有自己颜色的记号笔了，好吧。然后一块统一的这个橡皮擦。游戏的规则非常简单，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大家要搞明白了。这里有好多我们给玩家去创作的纸。这个游戏的话呢，总共是5到10个人。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8人游戏，好吧？他要在进行若干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谁先取得5分，谁就可以获得游戏的胜利了。然后每一轮游戏的话呢，都会选出一个这个出题人，他不参与我们这个美术的制作，然后他会选择其中一个玩家作为这一轮游戏的一个白板玩家。然后剩余的6个人呢，他们会拿到统一的信息。那个选择是看脸还是？这个板块应该是随机分发的。然后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出题人呢说我们今天要画一个动物，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信息。然后呢，他就在所有的题板上开始写，比如我写了一个狮子这么一个提示，然后就把这个板子分发给所有人，其中有一个板子上写了一个 X， 就他啥也看不见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个纸上开始创作了。然后这个纸呢是要循环的去传的，比方说从这个出题人左手边的玩家开始，他拿自己颜色的这根笔画一笔画。是他们合作一幅画。对，是的，一点点画，一点点画。然后呢，当然肯定白板那个玩家可能他根据其他玩家的笔画能大概猜出来这条画的是什么，对吧？也可以浑水摸鱼画一些动物都有的脚啊什么。是的，确实是这个样子。然后就这个要传2圈，传到2圈，到那个时刻我们来看，就是说大家统一指向其他玩家，然后我们选出来那个最大多数的那个玩家，如果他真的是卧底的话，那这个卧底呢必须要说得出来我们刚才画的这个是什么。他如果说出来并且说正确了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卧底玩家和这个出题人共同胜利，他们每个人获得2分。就是这个出题人其实他想讲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概念，去帮助这一个假的艺术家混在其中。就好像是这个出题人他想提拔一个这个在这个圈内的一个这个没有什么天赋的艺术家，但是其他玩家很难啊。对，所以对于其他玩家来说，他们就不能画得太耿直啊！你不能说我画这个狮子，我就真的画狮子，我得画稍微抽象一点。但是画的抽象的话，就是大家怎么能判断得出来到底谁是那个假的呢？我也不太确定是怎么回事，反正大概就规则确实是这样，所以人越多，可能越难真的能找出这个卧底是谁。我觉得可能5到10个人，可能5个人，也许咱得试一下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回事。挺想试一下，但就感觉挺难的。对，然后如果就是卧底被猜出来了，并且他没猜对的话，这样的话才是其他的真的艺术家获胜。这样的话，他们每个人得1分是这样的，好吧？那这个就是假艺术家，他这游戏的配件好像大家脱离这个配件也可以自己 DIY 去玩，这个规则就是要不同颜色的笔，不同颜色的笔和这个小板子，对吧？好，下一个游戏呢，罗马一天建成，我们前2天刚讲过，它是一个板块放置游戏，核心机制呢是 I cut you pick。封面美术比较的鲜艳，比较的好看。游戏的出版社这个 Alleycat Games 最近好像也是每年都会有推出新的产品。背面是一个简单的玩法概括，是以板块放置为主。好，打开看一下里面，这是艾森刚推出的新游戏。
对，我就感觉前2天刚讲完，然后就到了。是的，艾森上面有的他们游戏就是说，艾森那个当时就是他们的首映，对，首发，然后很快就给大家可以买到了。有的可能是明年年初才会登陆的那种。规则书没几页纸，然后这里是玩家的积分板。好，卡牌稍微看一下，这些卡牌的作用好像我不是特别明确啊。这个卡牌的作用是什么？这个是玩家会用到的，就是每个玩家发这样一张卡，然后你第1轮的话要在你的板块上放这2个建筑，第2轮放这2个建筑，是这个样子。然后下面会告诉你这个钻石的成套收集的分数。好，配件的话呢，在这里是我们的这些小建筑，看一下。我们当时在电台里面其实讲的蛮详细的，关于这个游戏，包括它的一些积分规则。这是罗马斗兽场，是吧？这个居民楼、风车，然后这像是什么市政厅是吗？这些吧。好，我们来看看这些。它这个还不是贴画，它是本身就做的挺细致的。是，这是怎么做的？是一个一个戳出来的吗？在这个这么小的模具上面搞出来的。然后玩家的评分，看一下啊，里面就是一个游戏流程的一个总结，没有任何文字。非常清晰，这里也告诉你钻石得分了，其实，挺好抠的。棕色、黄色、紫色、绿色跟白色这些颜色的板块，就分别对应的是我们前面的这些小的 token。你把你的建筑如果能放在这个成片的对应颜色的板块附近的话，就可以得很多的分数。好吧，然后呢，这个就差不多说完了。这游戏小钻石，小钻石就是普通的小钻石啊。这些板块哦，它背面其实是有颜色的，哦，它这个颜色其实就对应的是玩家的颜色了，就是在初始设置的一部分里面，就是说每个玩家会拿到自己颜色的屏风和自己颜色的所有地块，所以它就保证每个玩家都会在一整局游戏里面抽到相同的这些地形的组合，可能是这个样子。对，然后每一轮我们就是把这个建筑摆到你抓出来的5个地块当中头2个，然后你把这5个地块进行一个切分，切分完了之后呢，大家就从自己的玩家的右手边的玩家那里，然后选择一个2组的那个或者3组的那个组合，相当于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萌抽袋。确实是的。那最后就计分，这是一个青色小游戏，想试一下，好吧？游戏时间20分钟到30分钟。好，这也看差不多了。罗马1天建成。好，再下一个大章鱼。大章鱼有点大，我们把这个镜头缩一点。看起来很可怕的感觉。是，它是一个众筹游戏啊。当时第一次是在 KS 上发的，所以我们电台里面会聊到它。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没有 get 到这个大章鱼的可爱之处，但是后来越看越觉得它还可以，就有点意思。我们都非常欢迎这个大章鱼的降临。这个引擎构筑游戏，游戏的作者是国家公园的作者，所以这也是我为啥比较期待它的一个原因吧。游戏的规则书我读了很多遍啊，就是规则书我觉得它编排的不是让我觉得特别舒服，就有些卡牌上的这些细节的规则有的时候有点绕的地方，就是说你看到规则之后你觉得哦好像有这么个事儿，但是你在玩起来想实际去找答案的时候找不到，有这个问题。然后我现在抠的这一个奇形怪状的板子呢，就有点像是这个工人放置板，到时候会在工位，对玩家的这些操作就是通过它去进行的。好，然后这个角落再抠一抠吧。然后这一个章鱼触角的这2个板块，还有其他更多的板块呢，是玩家竞争的目标之一。你集齐了黄色的13个，或者是其他颜色的13个资源，你就可以把资源上交，然后立刻获得2个章鱼触角。游戏的这个获胜条件就是当有一个玩家是集齐6个触角还是7个触角，你就获胜了。这边是章鱼和它的章鱼脚，其中章鱼头呢，
它就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工人放置位置。章鱼脚这么老些个呢，就会是来到你的玩家板的这些槽里，1、2、3、4、5、6、7，好像是吧？6、7、8哦，章鱼是8个脚的，确实啊，非常合理啊。最后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你集齐了8个触角，然后它就降临到你的宇宙来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好像镜头里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手机拍一张吧。我记得他们众筹的时候有一个是紫色的这样的小章鱼，对，有一个跟它一样的一个玩偶，对，然后是众筹的。这游戏中文版已经是官宣了，好像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等一下中文版本。然后这边就是不同的这个资源。我们当时玩这个游戏的电子版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资源它用到的比较多，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动不动就拿10好几个资源这个样子。你看工位上每次你到这个地方可以拿3个资源。然后游戏当中呢，我们还会主要用的这个卡牌嘛，这是个引擎构筑嘛，你的引擎就体现在你的卡牌。这卡牌上面有一类牌，就是让你比如说每次得到红色资源，可以再额外拿3个，所以基本上这些资源可以疯狂再拿。但是它是有上限的，我知道上限，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多，你只要在你的轮次里会那么多，而且它还提供了这个啊，就是有5个的话就可以放在这上面。对，我想表达，它就相比璀璨宝石来说，它这个资源就显得更零碎一点，这个样子。好，然后卡牌，我觉得它的美术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把这个卡牌稍微拆一拆。卡牌呢，按它这个颜色可以分成了不同的这个类型。黄色牌就是这种加强你的行动效率的，这就刚才我说的，每次你拿红色资源，你就可以拿额外3个。每张卡牌左上角这里就是打出它的费用，比如像这个家伙的话呢，它就是要花5个黄色加上2个任意颜色打出来。然后你像这个卡牌上这个小图标，就是你打出它的时候可以立刻抓一张牌。然后这些牌的话有2用，一个就是像刚才这样给它按资源给它打出来，要不然就是把它从手里弃掉，然后去补充一个对应颜色的资源。然后还有黑牌是 OK， 黑牌的效果就是说，相当于是永久的给你增加了1点红色的这个资源的折扣。这个就很像璀璨宝石，像璀璨宝石是吧？3点的。黑牌就主要以这个功能为主，对吧？对，然后红牌的话，相当于一些一次性的好处。你看看，我现在剩下这些就是 solo 的卡牌了，还有一些辅助卡。先看小鹿这些，红色牌一次性好处啊，一次拿8个资源，这就很能帮助你去，对吧？拿这边的这些奖励。然后这个闪电符号就是应该是你立刻可以再行动1次的意思，给了玩家一些这个操作空间。你要在合适的时候把这些牌从你手里给打出来。然后还有一类牌吗？还有一个蓝色的牌，主要就是拿触角分牌，这就是分牌。对，我们就按照这个箭头顺序去填他们这些所对应的这些资源。就是在拿到黑色资源的时候，不仅可以拿到自己面前，还可以往上填一个。是这样子。4个都填满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下面这个触角的好处。对，所以你看，像这种牌，它就是1个资源只给1个，看似没什么用，但它其实可以很方便的帮你去完成这边的订单。然后你在完成订单的同时，下面就告诉你，比如加一个触角就是加1分嘛，好吧？不同的这些订单，然后你面前其实可以存有多个订单，对吧？然后你一次得到大量资源之后，你可以在多个订单上一起去填这些进度。是的。然后这个卡牌的美术我是比较喜欢的，我不太知道中文版它到时候会怎么把这些字体进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流程，因为它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常规字体，而现在是一个这种艺术字体，对吧？这次肯定能想到办法。然后玩家辅助卡总结了图标跟流程，背后是这些图标效果，好，非常清晰，配件质量非常高，这个卡牌摸上去还不错的。它这个游戏盒子也传承了璀璨宝石的一个问题，就它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大的盒子，你发现了吗？空间比较浪费，其实把2侧给箍住了。对啊，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所以它才箍住了呀。好，这些资源刚好可以装进一个袋子里面，而且还提供了一些这个 solo 规则，虽然我还没有继续自己去试过。好，大章鱼就是这样了。这个封面上的大章鱼比里面的模型可爱一些，是吧？也许这章鱼模型能给它稍微涂装，再给它化妆什么的。化妆。那我们来看最后一盒，最后这个是蜘蛛怪最期待的一个，这个 Neko 猫的意思，鸡妈是岛的意思，就是猫岛。它
那跟我们猫岛没有关系。跟猫岛没有关系，它自己叫猫岛。好，然后给它拆开看一下，这是一个灵巧类游戏，非常像这个叠叠高。大家知道叠叠高吗？还有一个游戏嘛，那个叫 Jenga， 就是 Jenga 就是叠叠高啊。Jenga 是它的学名。然后我们这次不再搭积木了，搭的是这种木条，然后同时这个木条上面会穿有这些绳子。哎，小猫会在绳子上面是吗？是的。然后这个游戏它的这个主题选的这个猫岛，是因为它好像在日本其实有好多这样的，就是说动物在野外自己独立生存的这些岛屿。有猫岛，光猫岛可能就有差不多2位数那么多的猫岛，然后还有什么狐狸岛什么之类的，兔子岛啊。那些岛上还有人吗？有人啊，就是它就人跟动物共生嘛，就是而且在其中一个猫岛好像猫的数量比人还多，因为那个人都搬走了，人可能就是不到100个人，但猫比如说200只。所以就是对。我知道有一个蛇岛，上面有好多蛇。那我不去。然后就没有人在上面了。大蛇丸在上面，我觉得能拿人做实验呢。好，这个有一些 token， 我们先慢慢抠着，让小鹿抠着。这个它这个板子并不是纸板啊，硬的这个板子，塑料板，还挺大的。这东西它不是纸板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到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木条往上放，它必须要保证这个板子是平的，不然的话呢就有点问题了。然后这边的小双层的这个纸板有这个凹槽在里面的，是看玩家的合作进度的，好吧？然后剩下的这个内衬就是装这些大的木条。哇，这个木条配件非常巨大啊！这好像跳绳啊。是吗？就是2头抓着柄，然后就能跳绳。确实。那配件非常的神奇，就是木条并不是对称高的。所以就是你在选择放的时候，你可以要选择合适的这个绳子的长度以及这个木条的高度。每一次是放这样一个组合。对，就是说它其实应该有头子的，有没有头子在这儿呢？其实跟那个叠叠高的基本规则是差不太多的。它当然有一本规则书了，就告诉你具体实际是怎么玩。但是大家拿到这些配件，其实你就可以按照自己想法去玩，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刚才规则快速看了一下，我们就按官方规则玩一下，好吧？然后首先跟这个头子面的话呢，那4个颜色对应的是这个4个区域，没有任何问题。而这个黑色的话呢，是由另一个玩家去指定区域。所以比方说我扔出来的是这个，我就要去把积木放在红色和由小鹿指定的任何一个颜色上。你说绿色好，那我呢就要这个时候从这个袋子里面，然后去抓这个小方块。我们看抓出来个啥？抓出个青色，那意思就是啥？我必须得从这个青色的组合里面去选。所以我现在目的是要放在红色跟绿色，对吧？所以我看了一下，因为它的摆放规则里面写的就说绳子它是不能交叉的，所以我把这边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然后呢给后面的选手稍微制造一点困难，比方说这个样子，好吧？这边交叉了吧？这个绳子碰上了是吗？这绳子碰上了，将它稍微的，no， 怎么直接就低了就崩了？我太不适合这个游戏了吧？我刚才那个是，我刚才那个是不是故意演的啊？这个确实就是一碰到了就不行了，这个好脆弱啊！让小鹿再试一下好了。哇，我本来以为这个游戏会比较简单的，我还觉得我手挺稳的呢。规则就是绳子不能碰，然后呢，这个你不能自己落自己，就是你不能像这个样子把自己给跟自己连在一起。然后刚才我抓这个小方块的时候，如果抓出来的是黑色小方块的话，我看能不能抓出来黑色小方块。这样的话呢，我就把这个一只猫的任务要交给下一位玩家，他下一轮在摆放柱子的时候还要把一只猫挂到绳子上面。好，那小鹿自己玩挺嗨，你自己玩挺嗨是吧？那我再给你扔一轮，还是你自己扔？你自己扔。扔出来一个黑色跟红色，那你就来一个红色跟绿色吧，也来红绿吧。然后我也抓这个。你抓一个。之前的要放进来吗？不要，那个之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进度，我们就比如说放在这里，但是也是绿的。那行，那你就是拿这个绿色组。红色跟对，你可以把这木条放在地上，或者是放在其他的木条上面都是可以的。然后它还有个变体规则，就是用到这边的这个鸟蛋。这个鸟蛋如果比如说放在这里了，假设说啊。那放在它上面吗？不是，
那这个头相当于是被永久的封印了啊，你就不能去他那里了。好家伙，这么高难度吗？有点害怕啊！哟，这么晃，我去！我想知道它这个下面切的这个真的是平的吗？那最好是平的啊，再要是不平的话就有点麻烦了。看起来还是挺平的，那可能是我人的问题。那小猫是什么时候放？你现在放？现在假设我刚才给了你一只黑猫的这个要求，你可以放在哪儿呢？你可以放在，因为你抓出来是青色，对吧？你就所有的青色绳子上都可以挂。慢一点，慢一点。碰到这个边上的。它不能碰地，就猫不能碰地。那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它就可以碰杆子。可以啊，稳住了，继续再来一轮是吧？你扔，我扔啊。两蓝也是可以的，应该抓吧。两蓝应该也是可以的，这个比较简单，对吗？应该是白色。那在地面上，如果是可以的话，我就肯定是放地面上。它可以两头都在地上吗？不，这并不容易啊，同志们。我这个位置我不知道相机里能不能看到啊，我这个里面还是有点挣扎。这个绳子是不是不能垂地？绳子好像可以垂地，稍微换一个长一点。头蹬一下。那就是。哟，头蹬一下。那就是。哟。哇哦！看这只手是太大了呢，还是怎么的？我看的是这个区，但是我放到那个区了，手太胖了，可能。哎，好吧，这游戏还要多玩几次才能找到它这个，因为人应该站起来拼，就应该是走动，绕着这个桌子走动才行，坐着不太行。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呢，算是也是开完了。然后呢，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一定要3连支持我们。然后大家喜欢我们刚刚开的4盒游戏哪一盒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讨论一下，好吧？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吧，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拜拜。